塞尔达公主在塞尔达过往作品当中只是被承受的角色。过去推出在 CDI 上的塞尔达加美容之战和塞尔达历险记是可以主要操纵塞尔达公主。本作品是第3部可以主要操纵塞尔达公主。我觉得游戏有融合旷野之息和王国之泪，这些结合令游戏不愧拥有2D 塞尔达的沉闷，也拥有新时代塞尔达的自由。游戏的人物设定是采用筑梦岛，所进行的故事和后续的发展都和筑梦岛不同。游戏开始在林克为了拯救塞尔达公主而前往洞穴，在击败幕后黑手，他的武器全部在洞穴里，并形成裂缝，令林克也沉没在这里。在林克完全沉没之际，使用弓箭击碎囚禁塞尔达公主的水晶，最终塞尔达公主成功摧毁水晶，并重获自由，并获得林克所佩戴的斗帽，并回到海拉鲁王国，与城中的人和海拉鲁国王讲述这个事情。在过程中，裂缝放大，探视国王和他的神子，产生他们的复制品。国王说塞尔达公主就是制作裂缝的凶手，并要士兵把她囚禁。在囚禁过程中获得托利帮忙，并送赠拥有大力量的托利巨战，并制作物品以成功逃脱。最终决定蒸发各地的裂缝，令凯拉鲁国王恢复正常。游戏从这里开始。玩家是主要操纵塞尔达公主，是使用托利巨战来复制物品和怪物。物品是可以在地方当中初次发现的时候把它记住，就可以把它复制出来。怪物是在击败的时候，如果初次击败，就可以把它记住，然后就可以复制出来。在游戏的所有物件和怪物都可以被同步，当同步的时候可以使用托利，随着塞尔达的移动，跟随它行走，或跟随这个怪物进行移动。剧情推进，并会在洞穴遭遇林克的复制品，当时可以击败他，获得他所使用的道具，并变成他。当时人就使用他的道具进行战斗。海拉鲁整个地区都可以进行探索，当通过书站，就可以在地图进行标记，并传送这些标记的地方，在当中可以进行计算任务和收取物品，还有进入主线没有进入的裂缝。总结来说，这游戏拥有的复制品功能令游戏不会只固定在传统塞尔达的关卡模式，但在往后的关卡模式逐渐重复，并没有这个新奇的感觉。故事比较简单，是认证当塞尔达成为故事主角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效果。游戏都拥有一些缺点，这些缺点是会影响游戏游玩。当复制品变多的时候，游戏的界面没有可以储存复制品的快捷键。当物品变多的时候，寻找过程比较繁复。